有请主持人赵川。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来的几位情感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媒体评论人于波鸿于老师，欢迎于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著名媒体人韩飞老师，欢迎；徐威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今天嘉宾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我对他的付出，他总是不接受，总觉得是我对他的施舍。在一起这么久了，他还是不愿意敞开心扉。他总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从来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从来不考虑我怎么想。对于我们的感情，他总是一拖再拖，我总是小心翼翼变着法子的照顾他。我受过伤，不想再经历那样的痛苦。他喜怒无常，想一出是一出，每次都是事后诸葛亮。我想和他做一些未来的规划，他总是推辞。这样下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让我们有请这对嘉宾，有请。刘先生23岁，来自河北，厨师，有请小刘，有请。程女士27岁，来自河南，销售，有请程女士，有请。中餐西餐呀？中餐就是正常的咱们家常菜啊。怎么了？说说吧。就是我们在一起半年多了嘛，啊，这半年每一天我都感觉都是我在付出，没有给我任何准确的回应，并且都是说为他做一些事儿的话，他还会拒绝我。我感觉我把你当成一家人，他并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看。然后前2天还给我发微信嘛，就是说他不想再耽误我了。就分手呗。是这意思吧？对。所以今天你来其实是求复合的，对吧？对，我不想让他走。两位是怎么认识的？我们在那个微信聊天上认识的。然后聊了多久你们好了呢？2个礼拜吧。那是够快啊。那彼此都了解对方的这个生活经历啊，怎么着都了解吗？就是感觉呢，彼此之间的一些就是说情感经历挺相似的。你是一个什么情感经历？怎么就相似了呢？我呢就是离过婚，然后现在带着一个孩子。孩子多大？孩子今年6岁了。哇，男孩女孩？男孩。哇，不容易啊，妈妈不容易啊，一个人带一个6岁的孩子，真的不容易，真的挺棒的啊。我呢就说这个孩子呢，2年前那时候就是，我不好意思主任啊。没事。就是那时候我跟前夫分居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离婚嘛。那时候孩子突然查出就是有那个生命综合症。就那个时候就是特别难，我前夫还有家人，他们也不管也不来看孩子。那个时候就是孩子已经在医院都下病危通知了，他们都没有来看呀，我求他们，他们都不来。现在孩子过来了是吧？现在孩子好点了，但是总复发。一个妈妈带着孩子不容易，她其实回忆是说，在孩子生病的时候，前夫和夫家人都没有给予充分的关照。对，我现在就是特别恨我的前夫，我现在特别恨他，都是因为孩子这个事儿。不容易。你23岁怎么着？你也离也有个孩子，经历相似。我没结过婚，就是说之前也搞过一个对象在一起时间也挺长，2年嘛。就在一起的时候，我对他也特别好，但是就是我俩在一起，他跟别人暧昧，在我发现以后还有第2次、第3次。就是你是属于那个被女生伤了的是吧？对，对我打击特别大。你们俩所谓的这个情感相似，是我们曾经都在情感当中被另一半伤过，是这意思吗？对。所以在一起了，那就好好在一起接触着呗。你这些经历他知道吗？都知道。都知道。对。他也都接受，都接纳。是的，我们之前都说清楚了。那不是都没事。那就好好谈呗。怎么就后面出现了这个情况了？就是我在饭店上班不忙的情况下，我就会去上医院看他的小孩不是挺好吗？就是感觉小孩挺可爱的。我就是有跟他提过，我说我想做孩子干爹，就是我想把他当亲生的一样看待，就我想照顾他们母子。但是他给我的反应就是说，不同意，让我以后少去那儿。担心嘛，是吧？是担心，对。但是吧，你说我们总归有自己个人的时间吧，对不对？你该陪我的时候你可以陪我，但是你不能总黏着我呀。就比如说我不上班的时候在家要待着啊，他就一直跟我待着，我不说让他回去的晚上，
他就不回去，因为那时候我是跟我室友我俩合作。你要不接他回去，他在哪坐着，哪怕你让他坐一宿，他在哪坐着。那我只是想坐在你身边陪陪你，毕竟现在都是说你这个事儿这么多，压力这么大，我就只想陪陪你，我想替你分担。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我有能力，我可以照顾我自己呀。不是说什么事什么你非要天天陪着我，你可以就是干什么你干什么，正常的我们该谈恋爱啥的都行。我们之前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嘛，也说过不结婚，我们先谈恋爱。对，你先把恋爱谈清楚了再结婚，这是对的。对呀，当时我们都这么商量好的，也这么来的。但是他呢，有的时候就是特别黏，我就是受不了。就比如说我要出差他就一直给你打电话，要么发微信开视频，你不接都不行，就一个劲发。那件事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有一次他出差，我给他打电话，一天我打个6、7个电话，我担心他，我怕他出去一个人在外面，我不放心，我给打电话他不接，要不就随便编个理由都挂了。那我不是忙吗？我要不忙，我不就回你电话了吗？那后来呢？我寻思我都是，我不联系你了，我看你会不会主动联系我啊？然后这一试可好，2个礼拜没联系过我。我不是不联系他，有的时候就说工作有压力啊，或者是啥的，就是不太想说太多，因为刚谈恋爱没多久，就是说感觉不太了解，而且他这个人吧，就有时候就是不太愿意跟你交心。对，有什么话他不跟你说。那我不就是这样人吗？不是说你是不是？我就想跟你说，你就情侣之间对不对？咱们多交流，是不是可以促进感情？我觉得挺好的呀。是。但是他就不那样，阴晴不定的，有时候特别暴躁，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你看，就是上一次半夜我突然发高烧嘛，我室友就直接送我上医院了，我没告诉他。第2天他来了就直接当着我的面把我买给他的手机直接给摔了。你还好意思说这件事儿？是这样的，主任，就是说他当时有病吗？他没跟我说这件事，根本就是后来我一个劲儿的问他这个事儿，他才跟我说。怕你担心吗？能理解。但是我们俩毕竟就是说搞对象，男女朋友关系。怎么了呢？我担心他，最起码你跟我说一声，就是说输完液以后你跟我说一声，或者说去之前你跟我也说一声，你不能不告诉我，你这样让我很没安全感。那你当时摔完了干嘛没到半小时去修手机呀？你修它干啥呀？手机里不都是咱俩刚认识的时候就微信聊天记录什么的吗？我都留着，那都不作为回忆。你摔手机是干嘛呢？当时生气嘛。气啥呀？他生着病照顾病人不就得了吗？没通知你就是为你好，怕你操心吗？这不是事儿很简单吗？我就这样，就是一到生气的时候，我就明明知道这件事这么做不对，但是控制不住我自己。那是挺让他害怕的。主持人，你说他摔完了就拉倒了是吧？更搞笑，你这是干嘛吗？我给你钱，然后你再去假装你用你的钱给我买一个，再送给我，你这不神经病吗？这样，我不知道在想什么呢。当时我摔完以后，我知道自己错嘛，挺愧疚的，因为那手机是当时我过生日他给我买的我就寻思我再给他钱，我让他再给我买一个。因为当时我自己去买一个不就完了吗？那不是我自己买的吗？我想让他给我去买嘛。你不是给人摔了吗？当时不是生气吗？控制不住吗？你这孩子我自己寻思，后来这事我都觉得好笑。你说摔一回就算了，每回生气他总这么干，他是哄你了，要么给你道歉了，你要不搭理他，又开始发火了，又开始摔东西，总是反复的，我搞不懂他想怎么样。但是我感觉都是说我这样可能是小时候发生点事儿造成的，我也不想这样这次下定决心分手是为什么呢？就是他不是厨师吗？现在吗？我呢之前也开过早点铺我寻思就说我俩合整个店儿，完了卖个早餐啥的，或开个小饭店也行对吧？天天能在一块儿了，生活工作2不误，挺好。这下子的话人家不愿意，我不知道他在想啥呢。他不是说天天愿意想跟我在一起吗？对吧？他想照我自己说的。我就是觉得现在我们俩的感情都是说特别脆弱就是我想以这个感情为大事儿，就是开店的事可以往后推一推。你看主持人一说到这儿，他就是往后推。你只要跟他说就是说长久的打算，或者说以后怎么样，或者2个人在一起什么结果，从来不正面回答，要么就是含糊，就再说推辞，就是这样。这样的话，我都感觉都是我俩不会有什么未来。本来你说我就有一段失败的婚姻，本来我这个心里这个阴影我还没有走出来，我也不想耽误他。现在还看你儿子吗？看。对儿子怎么样？挺好的。
他有时候就是给孩子买衣服呀。如果孩子就是来这边的时候来唐山嘛，他就是总去看孩子，他去玩啊，怎么样都反正。那就孩子还不在你们身边是吧？不在，我妈在老家帮我带着呢。哦，所以其实他跟孩子也没在一起生活过是吧？只是看。没有，是这意思吧？对。这为什么不啊？他提的方案不就让你们实实在在的生活的方案吗？我认为现在，就是没有认为啊，这不是踏踏实实在一起吗？这方案不是挺好的吗？你可以直接的面对嘛，就咱们直接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坦诚呢？我这人都这样，我很少跟别人交心，就是身边朋友也很少，我几乎不会跟任何人说我心里话。那这个人好像跟那些朋友不一样，对吧？对，我真的特别喜欢他。不是，知道你喜欢他呀。现在这位女士不是说了吗？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对吧？我们俩能不能在一起踏踏实实的把日子过了？问你呢？能不就是人家提出了开早点摊这个方案吗？你愿不愿意吗？愿意，但是就是我现在经济基础不允许嘛。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你说我没钱开店，我只有这个手艺，我没钱，为什么不说呢？毕竟我是男人，就是。你这想法还真是。他说这个事儿，我还有个事儿，就是去年双11的时候，我不想买个吸尘器嘛，打折挺合适啊。然后我说你帮我抢，我没时间嘛。后来他没抢着，原价又去买了一个新的给我拿回来，还告诉我说是哎打折买的，还挺高兴。后来我知道啊，人家是原价买的，你说我生气呗？说他还不乐意，不高兴。崩面嘛。对啊，因为从这个事之后，有什么事我就不敢不让他给我帮忙。是这样，主持人，就是他几乎很少让我帮他忙，我感觉他就要一个吸尘器没买到，我就想去再花原价再买一个，我想让他开心，我不想让他就是认为找我帮忙我什么事都做不了。我吧都是从小，父母都去世了，在孤儿院待了3年吧。在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朋友，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特别孤独，但是我在外人，尤其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特别想告诉他我有多喜欢他，我想向他表达我的存在感。所以说就是他让我帮忙，我要极力办到。有什么事儿我都想自己承担，我不想跟他说。那你有时候你没有感觉你是在帮倒忙？就算是帮倒忙也好，我也想是帮你，我想照顾你。我不想这一辈子都是自己一个人，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人。没有啊，世界还很大呀，但是还很年轻啊。但是我不想再都是一遍一遍的为这个所谓的感情再受伤了。你认定了他是吗？我就想和他在一起。可是他的方式你又不接受啊，这个大概就是一个矛盾和冲突。现在我能够彻底明白什么叫经历相同了其实是指心路历程相同。对，两个在心里面都特别孤独，两个人在心里面都不太相信人的一对恋人，当他们面对爱情要深入的时候，对我也渴望爱情，但是我又害怕。所以我现在才明白嘛，我说他说完身世，我才真实的懂，是原来两个人都害怕对另外一个人敞开自己的心扉嘛，因为害怕敞开之后又受伤嘛。往前进，害怕被火烫着；往外走，害怕被冰水泼到，冷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说真心话，此刻真的内心很沉重。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好女人，这是一个好妈妈。但是由于她在婚姻中受到了这么大的伤害，你刚才自己也说了，其实你内心是害怕爱情的，也是害怕婚姻的，并不是指你，它是指所有。所以他对任何事情他会极度的敏感，甚至他还有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种意识。他的内心有防备的心，又有戒备的线，你走不出自己。但是这一个男生，他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想走进你的内心，走进你的生活。但是由于这样的身世，又导致他不知道怎么去爱。但是他懂谁对他好，他应该去追求谁。他是从内心真的断定，
这是个好女人。对。但是他真不知道用怎样的方式去追求你。你去看有一些解读，比如说医院摔手机，在我眼里这是一种深度的自责。自责什么？他认为你是他的恋人，但是他认为你们都没有把我当自己人，他又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他以这样摔东西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情绪。但是男生，我想和你说，我们人是情感动物，是情绪动物，但一定要学会控制情绪。另外，开早餐店，他认为男人就是顶天立地的，就是你的肩膀。但是开这个早餐店，他拿不出一分钱，要用你的钱，所以他以其他的理由来阻止合作开早餐店，这是他的无奈。因为他最怕的是你看不起他，他努力的、奋不顾身的想走进你的内心世界，走进你的生活的时候，他处处都会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当中必然会犯错。我们可能有时候看不懂。这个男生怎么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表达爱呢？但是如果你和他的身世结合在一起，和他的成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或许也会豁然开朗。所以我建议你好好思考，好吗？好，谢谢博峰兄。两个人面对的一个困境是心有余力不足。在于老师讲述这段评论当中，我自己都在打架。我有2种结论。一种结论，我觉得他们2个人就还是没有爱上。正是因为2个人都有着相同的经历，所以你们把同病相怜幻化成了一种爱情的感觉。网友嘛，彼此同情的那种感觉就以为是爱了。然后当面对现实之后，发现其实每个人生活都很难。你们2个人就像2只刺猬。2只刺猬在一起会怎么样？会刺伤对方。刺猬是用刺来保护自己柔软的身体，但是如果2只刺猬在一起的话，不把刺卸下的话，那扎伤的就是对方。所以，如果很感性的去讲，爱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奇怪到你可以为了他摘下你身上的刺，放下所有的防备，但你们2个人恰恰都没有放下防备。所以我想，是不是还没有爱上？或许吧。但是还有另外的，我又自己打破自己的这种的想法。我觉得，男生可能是爱上女生了，不会表达爱，但是女生因为读惯了，你恰恰是最需要跟着感觉走的人。如果感觉不到的话，你所有的全都不对。他做什么都入不了你的眼，所以我觉得你们2个人到现在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就冷静下来思考，你们到底是同病相怜，还是那个爱的感觉到了？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男孩可能是基于自己的身世吧，你特别想扮演别人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才会发生以上的情况，就是当女生生病的时候，居然你不在身边；当你想用各种方法去扮演一个我是无所不能的人的时候，居然他2周都可以不联系你，让你觉得情绪马上失控，你不能理解。但其实你想想看，你所做的是他需要的，他需要人去同情吗？他需要人去可怜吗？不，他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对他不设防的人。真正可以彼此信任的这个男人，能力不见得一定要有多高，但是他要敞开心扉。但是你没有，你没有把心交给他，以至于他想创业的时候，你总是模棱两可，而且说到以后的打算的时候，你也不置可否，你没有交心，你做的都是表面工作，你没有真正懂这个女人。而这个男人是否是你想要的那个人呢？我猜未必，你还在观察。你们现在没有谈婚论嫁吧？就是在恋爱吧？那就放轻松吧。他不见得不是你想找的那个人，只是你没有给他足够的机会，去加深了解。你放轻松，你也要放轻松。我觉得慢慢去磨合这件事儿不一定不好，放轻松去谈恋爱吧。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小伙。
如果你们分手了，你认为是因为什么？可能背叛、是我不爱、没有爱过，你能接受哪一种？背叛啊？就是说，如果非要在刚才你列举这个3个选项中，我宁愿选背叛。为什么宁愿选背叛？可是他没有背叛啊，事实是。我宁愿他爱过我。所以，我想，即使是分手的话，在你们这段关系的分手的时候，你要实实在在的告诉他，不是我们跟他说，是你对他的真实感受，有没有爱过，爱过多深，为什么要分开，是坦诚的跟他分手，这是他能接受的，我相信他能接受，对吧？今天不接受，明天也得接受，你得面对生活嘛。所以我劝你一句吧，面对现实吧，小伙子。这个姐姐很喜欢你，也喜欢过你，但是这个姐姐觉得跟你在一起生活，她会觉得无靠。你其实现在需要一个特别轻松的恋爱，因为你还小。你是不是应该在你生命当中去做一些你认为更有意义的事情，对吗，兄弟？不做一个最好的厨师，也许你有其他的想法，我觉得你能做得很好。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现场，真的能帮到他的，让他正确面对的只有你。你把你对他的所有真实情感说给他，远远超过我们说的所有的话。你需要有力量，这个时候你更需要坚强，好吧？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知道之前我做的有些事儿特别激动，没有考虑你的感受，但是我以后会改的，我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我知道现在我的经济水平可能不足以照顾你，但是我会努力的。我是真的很想给你一个家，我是真的很想照顾你，我不想再让你受到以前那样的打击。我觉得我以前就是爱过你，但是现在我不敢再爱了。我感觉我们俩在一块觉得太沉重了，就像刚才主持人，可以把话说完吗？可以，你可以，给你破一次例，你说。谢谢你。你说。就像刚才说的呀，我们俩就好像两个刺猬一样，在互相的伤害。我不知道，就是说我能陪他走多远。就是我之前也下定过决心想陪他，但是真的说在一块儿，我觉得现实就是现实，不是像谈恋爱童话中那样。明白了，我给你翻译一句这话啊，我无法给你陪伴你一生的承诺，与其我没有办法实现我的承诺，不如我现在就放开你，让你找到一个更好的感情，是这意思吗？对。好嘞，谢谢两位，请回。哎呀，看着他们，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我也希望他有一个很好的归宿，就是他能有一个特别好的归宿，但是你又明白，你的经历不能够成为你在爱情当中要求别人的一部分，对，那只是你的个人经历。真爱你的人会全部接受，不爱你的人他有权利去拒绝。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各位请看。当初我因为你的成熟和你走到一起，可为什么你在生活中这么现实，这么刻板？跟你谈恋爱就像喝白开水一样。你真的很幼稚，很自我。在感情中我可以让着你，可将来走入社会，你吃亏都吃不过来。如果你真的成熟，就应该能解决好我和你家的矛盾。你这样无条件的顺从家里，不考虑我的感受，那置我们的感情于何地？我真的受够你的任性了。如果你还是不能为我改变一点，那我们可能真的没办法走下去了。有请这对嘉宾，有请。刘先生32岁，来自河北，蛋糕店老板。有请刘先生。
赵女士25岁，来自河北学生，有请赵女士。主持人好。好。老赵，大几了？大4。啊，蛋糕店老板。对，你会做吗？我会做。可以啊，加盟店还是自己创的店？自己的。自己的哈。对。哎呦，真骄傲嘿。怎么认识的？是因为买蛋糕的时候常去就认识了，一来二回。是我的朋友和他的朋友，他们是认识的，然后就介绍一下就认识了。哦，我以为是蛋糕情缘呢。不是。不是哈，这个怎么了？我就是觉得我们俩是始于五官，毁于三观。始于五官，确实他挺帅哈，你也很漂亮啊。这个就是相处以后发现我们2个人的观念特别不同，就是我理解不了他，他也理解不了我，所以我想让老师们给我一些建议。咱们说事儿好不好？要不然不太懂。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现实、刻板的人，我就跟他约定，就每天晚上微信视频聊天，但是每次视频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在说话，就说半天他就一声，要不然就不吭声儿。我就觉得他很敷衍我。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我到家就得10点了，说实话已经很困了那时候。累了是吧？对，很累了。现在自己还要下去做吗？对，得做，因为现在店还没到一定程度。然后呢，他就每天还得让我逗他开心什么的。那时候我想很困的不行了，哪有空？你说脑子转不过来弯了都。我只能就对哈，我就答应一下。而且是总是视频，天天视频。我的意思就是你隔三差五的视频也行啊。不是人家不是想你吗？我没那么大精力，天天视频呢。你是个木头啊你！最早的时候吧，也是天天视频。你现在呢，我都感觉没有必要了。这就没必要了。不是，我是说隔三差五的可以。这臭小子！而且人家那些女生都能听到男生说一些甜言蜜语的话，你跟我说过一句吗？甜蜜的话，你等我精神的时候，是不是？你等我。你现在精神吗？现在精神。我主要是什么呀？说一句，我听听。你看主持人，我平时让他跟我说，他就这个样子。你给人噎回去了，人正在酝酿，你给人噎回去了。你看你这孩子。我说一下我为什么？因为毕竟我现在30多岁的人了，我不可能说像20多岁的小伙子那样天天甜言蜜语哄着你，对不对？20多岁怎么了？本身我这人就比较，就是比较那啥，就是我说不出来那种话儿就。听懂了，这个无所谓，这是人家的性格决定的。那他的心思全都放在他店上，就有的时候打个电话，他跟我说他店里怎么样，然后我们俩逛街也是在不停的打电话说他店里的事儿。有一次他接了一个电话，就直接把我扔商场，自己就走了。就是你不觉得很过分吗？那次是咋回事？那次不是店里突发情况吗？你就记住那一次，就那一次总是反复提。再者说，我就说这个逛街。总是逛街去，你说有什么可逛的呀？你逛一次买够半个月的什么衣服就得了呗，就是。而且说实话，我跟着逛一次街，比我上一天班还累。那我是真的想要逛街吗？我想逛街，我哪儿不能逛啊？我不就是想让你陪我吗？这是到底是我重要还是工作重要？你要是觉得工作重要，那你跟你的工作过去吧，你找我干什么呀？我光陪你了，那怎么挣钱？是不是？你本身店里边我离开了，说实话就有点转不开来弯。人家1个星期逛一回街不为过啊！这真不愿逛街，你到那儿看着差不多买了就得了吧，一件衣服，哎，恨不得把一条街子卖裙子的全是了。你不能这么得罪女人啊！全世界女人都这样啊！你可能不能这么说，是吧，沙大老师？对呀，对他们哪里是为了逛街，是为了炫耀你啊！你看我男朋友多帅，是吧？我得给你们看看，是这样吧？弄明白啊！行，姑娘接着说。而且他这个人特别无趣，咱们打个游戏吧，他玩斗地主，唱个歌，唱一些老掉牙的歌，就我们 KTV 唱歌都是唱的那些特别流行的歌，他唱了一首《大海》。我爸都不唱那个歌，而且怎么了？那歌多老，都不知道因为这个事儿，我同学笑了我好几天。我感觉那挺好啊，那老歌又有旋律，多经典呀，对不对？哎，你们唱的是什么？那呱呱的是歌词儿听不清，唱的，反正就是啊。那情人节呢？人家别的女生收到的都是玫瑰花、口红，你送了我个什么？送了我一盆芍药花。
我当时我看完我都懵了，我。为什么送芍药啊？因为这个芍药花，它是代表古代七夕的，就是七夕节的一种花，这是咱们中国的一些传统。哦。然后我觉得这个呢，它比玫瑰花要好得多了。你从哪儿看的芍药花七夕节的呀？因为我就从网上查的，大概就是这个花。所以你看看行，送芍药。对，而且盆栽的嘛，比玫瑰花要好多了，我感觉。你玫瑰花你放家里几天就蔫了，对不对？这个你养个1年半载都没事。你说的那些传统，我哪能理解到那么多传统啊？是。我是真的想要玫瑰花吗？那我不是就是想一些浪漫和惊喜吗？哎，过生日会送什么？送的我是蛋糕啊。他每次纪念日都送我蛋糕。那蛋糕是每次都做的不一样，还是都一样啊？反正我看不出来这什么花样，就是蛋糕。哦，这就是蛋糕。每次这蛋糕我就很用心去做了，我就感觉它是啥呀？它是以前送挺开心的，就是你自己变了。不是，我就感觉你是拿你那破蛋糕老敷衍我，那你就不能换个方式吗？那我感觉你也不缺啥呀。咱往下说啊。还有面试的时候，他都没有跟我面试。对，谁面试？我面试，他就是天天逼着我找工作啊。就是我那个专业吧，就是不太好找工作。你啥专业？我学医的。学医的不好找工作，那学医都得考研嘛，本科生不好找工作嘛。哦，不是硕本连读的那种是吧？不是。啊，然后呢？然后他就跟我说让我换一个专业，要找一个跟我的那个专业不相关的工作。就是有一次他就是说跟我约会，然后是他主动提的，我还想哎这次他是不是开窍了？没想到他就直接把我拉到那个面试那儿让我面试，我都没有准备，我觉得可尴尬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咱们找一个别的先做着，等到有合适的咱们再换。他就不听。你说那次面试也是我托一个朋友，才去让他去面试的。结果呢，到那儿人家不喜欢，哎，就走了。我是说老这么待着也不行啊，是不是？后来我说你去我店里边上班去吧。好家伙，这倒好，去我店里边之后，我们在这干着活，哎，他呢吃着零食。而且还哎，你干这个吆五喝六，像老板娘似的。你说你是老板就是老板娘吗？不是你也不懂啊，他就算是以后成了老板娘，因为我们店很小，现在就得需要跟员工一起干啊。我就看着那样，哎呀，就是你干活就有个干活的样，是不是？在那吊儿郎当的，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哎呀，我忒看不惯。她不是你员工，她是你女朋友，对吧？对呀，我是去你店里帮忙，顺便学习的。那你也不能真把我当你家员工对待，让我干这个，让我干那个，然后干不好就当着他们家那么多员工的面就数落我。那我是女朋友，我怎么就当不了你的那个老板娘了？再说你看人家那个小女生有点虚荣心，不很正常吗？那我只能在你的店里稍微威风一下呀。哎，女生说到这儿就特可爱。我承认我小女生，我承认我就在这儿威风，行不行？主要是吧？行不行？问你啊，行，就完了吗？还有什么不愉快吗？还有就是，上次跟他哥们儿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哥们儿就是喝多了，可能就是提到他前女友，然后我就顺着他哥们儿的话，我就问下去，我说你前女友跟我比怎么样啊？我好看还是他好看？他不说话，几个意思啊？说实话，这事儿我就不想提，就过去了就得了。而且是啥呀？我当时吧喝的也不少，我就不想说这事儿，我就人家不愿意提了，没别的，你想多了。但是后来我从他朋友那儿才知道，他之前跟他前女友有一个约定，每年生日都送他一个生日蛋糕，然后就是分了手还遵守着那个约定，就是他送他是蛋糕，送我也是蛋糕。坑节在这儿。这事儿我能不生气吗？那我跟你前女友有什么区别？那你要是送他的东西，因为这事儿你在饭桌上直接打了我一巴掌了。那我让你跟他断了联系，你为什么不跟他断？你还当着你朋友的面跟我摆架子。我为什么没删他那个微信？因为他啥？他那个公司人家给我联系了一批客户，就每年月饼嘛，就是从我那儿订月饼。订月饼变成客户了。因为我知道他小心眼儿，我就故意没告诉他。那凭什么分了手人家还帮你？你们俩到底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那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啊？让你说就是分手了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就连朋友都做不了了，是不是？反正你就得跟他断了联系。听明白了。男生说我不能断，女生说你必须得断嘛。还有一次这点事儿，还有一次哦，就是你还有不满是吧？我有，那你都说说吧。我就感觉是因为就是我之前管着他上班之类的吧，他后来给我制定了一份那个健康表。他就每天早上几点起床，然后呢，水一天得喝8杯，然后吃多少菜，
然后还有什么运动打卡等等等等。那你完全按照那个来，你不可能，你怎么干活呀？对不对？我感觉太苛刻了就。你之前老说我不关心你，你现在你的生活作息也不规律，你也不吃早饭，我这不就是想着帮你管理一下你健康吗？你现在你的体重、你的腰围都超标了，再这样下去你身体都给糟蹋了。然后主持人，我今天还带来我那个，不是，我刚才还想问呢，我说你有没有带来我们参考一下呢？对，有哈，对，做的特别详细，特别认真。他这个人不感激我，他一直觉得我故意身高刁难。1.73米，体重73公斤，综合体脂24.5，腰围87厘米，血型 A。哎哇，你真幸福啊，有一个学医的女友啊！啊，身体状况，感冒是因为免疫力低，要养成运动的习惯，良好的饮食，多吃水果，提高免疫力。胃病和不吃早饭关系很大，这还带诊断的呢。你也太夸张了吧，连大便都要检测，啊？多喝水，多运动，方便是可以拍照，做对比是吧？哎，这个很好啊！哎，这个挺好的，这真好可怕呀！专业啊，这是对你健康的管理啊！人家说是这个观察大便是对的，对，是要观察的啊。这个我就特受不了。你说每天啊，我去厕所了，就我还得拍照看状态什么，你恶人家说方便时拍照是吧？这个方便到底是方便的时候，还是方便也是那个的时候？时间富裕，可以的时候拍照，是这意思吧？对。不是说随方便随拍，你这理解老是不对，你怎么理解的？你知道吗？他的大便就是那种黏腻不成形的，然后他的齿痕还特别严重，就是说明他体内的湿气比较重。然后我就嘱咐他每天多喝点红豆薏米水，不要吃那些凉的东西，多运动，这都是对他排湿都特别的好。我跟他说的很详细。你说我一大小伙子，我什么病也没有，对不对？给你普及一个知识啊。现在高发的病，其中有一种常见病，30岁往上开始到50岁之间的这个人群，高发病还真是肠癌、对，胃癌，就是消化系统这些病，他这关注是对的。现在很多疾病都年轻化了，就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已经发生，等你有了症状再去检查已经晚了。没错。而且你拍照片，我一个看照片我都不恶心，你拍照片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所以你看，这就是差距。你送他蛋糕，他嫌烦，是因为你是做蛋糕的；他用他的专业知识帮你保健，我们都觉得好，你嫌烦。你说这个就是，你们俩其实还挺登对的啊。行，这个咱们就翻篇吧，其他都合适了哈。其他的是还有不合适的呢？还有好多呢。他这个人就是平时不留什么存款，把钱全都打给他爸妈。你说2个老人在农村，他们能花多少钱？再说你爸妈也明确表示了，我们结婚的时候不会拿太多的钱出来，你总得为我们以后考虑一下。我感觉就是父母养我这么大，对不对？我每月寄钱是应该的呀。再者说，他们花不完的钱，他们以后可以留着养老啊。那你为我们2个人以后考虑考虑行吗？你这样做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我上次去你家的时候，我给你爸妈带了那么多礼物，你妈就给了我200块钱的红包。吃饭的时候还一直说什么女孩子不能太物质，你妈什么都不知道就说我要真物质我会跟你在一起吗？我们那儿第一次回去就是给200块钱，老太太就按那村儿来了，村儿别人家去也是这样。再者说你当时是啥样啊？我妈就说几句，你就。一直在那怼，你让我脸摆在哪儿？我回去的时候是不是？你妈说的不对，我就得纠正她呀。他老太太说啥，不管对不对，你就听着就得了，对不对？咱别反驳她。我就说这是我底线，你别跟我妈吵，你就不听，是不是？那合着以后就是我受气呗？啊，还你受气？我去你家的时候呢，我一进门我就看他爸妈就脸色就明显就不高兴。后来在饭桌上说这个以后买房在哪儿买。他爸妈的意思就是必须得在他们那边买啊，然后最好呢以后把。哎，你们2个不都是河北的吧？你家是哪儿的？我家秦皇岛的。你呢？我唐山的。哦，也不远啊。然后就是说必须得在他们那边买房，然后最好把店也搬回去，因为我家哥1个嘛，我就想着在我们老家那边买。我爸妈那样说，完全是因为就是知道你们家对我不重视嘛，然后又觉得我处理不好这种关系，要是住得近了，肯定得天天吵架。再说住得远，我没说不管你爸妈了呀。那你怎么管呀？咱们该管还是要孝敬的呀。那咋着去你们那儿挨着那么远，对不对？那病了咋管，对不对？再者说了，如果人去你们那儿，那老太太就觉得这儿子是去做上门女婿去了。
他就有这个观念。那我要去你那儿，我爸妈还一直觉得我受气呢。姑娘，你当时喜欢他是因为他长得帅是吧？我就是觉得他也挺成熟的，有的时候，因为我从小缺少父爱，我一直想找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但是他什么叫从小缺少父爱呢？就是我小时候跟我爸爸就是接触的不太多，因为他们老在外面打工嘛，所以我就是想找个成熟的人，给我一点安全感。现在我觉得成熟倒有了，但是就是太现实，一点都不浪漫。哦，那安全感有吗？那你看他办那些事儿，我哪有安全感呀？所以也就是剩了个成熟了，因此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吧？嗯，感觉有点熟透了。您这个对这小姑娘什么印象？我就是感觉吧，她现在有点太幼稚。你说我现在好不容易做起这个店来，我就感觉俩人劲儿往一处使，慢慢咱们把这个店做起来。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们，人家结了婚媳妇儿什么的都是这样的呀。她我就感觉忒小，你说又让浪漫，对不对？你说去店里边你也不好好一块工作，我给她说过好多次，我就希望她快点长大一点。好，那还想娶她吗？如果这种状态下，真的我有点太累的话，就每天这样。我希望她在你是有条件的，叫有条件的在一起是吧？如果你不成熟，咱俩就算了，是这意思吗？这就听明白了。现在说白了是男生要求女生你成熟吧，你不成熟咱俩就分开，女生是没招了，所以来了这儿。各位看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啊，你看你真的很幸福，有一个学医的女友，可以帮助你管理健康。可是你呢，身在福中不知福。女生，我想问你2个问题。相处下来，你是不是感觉你们2个人共同语言少，共同兴趣少，共同爱好少？是。还有，你们的年龄相差7岁，你有没有感受到2个人实际是存在着年龄代沟的？有一点感觉。你们2个人越来越没话说，这就是你们2个人很现实的爱情硬伤。你看你的男友，在他眼里你就是一个小女生，所以你会感觉到你们的生活习惯也是不同的，你们的人生3观也是不同的。你会突然发现这种成熟，它不是促进你成长，而是带来了烦恼，对吧？你是学医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专业，现在是本科阶段，就说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啊？以后想考研，去南方。他如果考研去南方，你会赞成吗？我不赞成。他现在就是，你跟我就跟我，你得按我的要求来，你不能离开河北。对。所以，小女生，我听到现在看到现在，我认为，可能你还是要做出自己可能会伤心的选择，你懂的。我先问2个问题，男生啊。你的前女友的年纪比他大吧？大。你现在分手了之后，每年生日你依然在给他送蛋糕是吗？送。分手了，因为他给介绍那个客户，我就想着咱们开这个店就是做蛋糕。你可以换一种方式，送蛋糕这个形式是在你们曾经恋爱的过程当中的。对。你可以完全换一种方式，我过年过节送礼啊。给客户都是过年过节送礼，哪有给客户过生日的时候送礼的呀？当然也有，这是什么 VIP 那种客户，对吧？那确实曾经是你的 VIP 嘛。关键点在于送蛋糕这件事是你现在女朋友非常介意的一件事儿。你要看你女朋友现在介意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压根儿在你的心里面，你不接受这个姑娘。你可能在内心的深处，某一个地方会觉得她有点公主病，会觉得很多没必要的事情，你这小孩儿你懂什么呀？所以如果你压根儿心里内心深处不接受的话，你总有对她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满的话，那你就说出来。但我觉得你有一点过分的是，你明明很多事情都很明白，但是你欺负她年纪小。
所以对女生来说呢，我觉得她不是不解风情，是看对谁。对的那个人，他就什么都懂了；对不对的那个人，他永远都不懂。就是你永远都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谢谢。你们怎么都不看好这一对年轻人？你可以看好啊，我非常看好啊。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姑娘说了，她看到这个男生的时候成熟，她小时候缺乏父爱，她在寻找父爱，就是缺什么补什么，但是是要看怎么来补的。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是建立在熟悉感之上的，熟悉感是一见钟情的一个秘密。你一见到他之后，给了你一种熟悉感，你觉得这人对了，然后呢，你就幻化出了一个完美的模型。如果要寻找这么一个完美的、完全符合你这个模型的这么一个人，有可能吗？有可能。一个米缸子里面，你搁2个绿豆，从几率上来讲是可以遇到的，但是你有那命遇到吗？你可能没有那个命遇到，那怎么办呢？换一个逆向思维方式，你们这个感情我觉得就有谱了，是吧？你见到他，觉得他特熟悉，首先这个人就对了。第二点，他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还是挺体贴的，我赚到了。第三点，如果他很孝敬爸妈，同时也挺孝敬你的父母的话，其实这个人最基本的素养已经完全够了。然后呢，你再去开发第4点、第5点、第6点、第7点，你每开发一次，他都是一个宝藏男孩呀。你用这样的逆向思维，而不是说你必须满足这10条，你少1条都不行。他满足3点，每多1点都是加分。用这样的方式，你既能找到父爱的熟悉感，你也能解决他的公主病。这是我的建议，谢谢。好，谢谢韩老师。哎呀，确实不看好啊。就我一个人看好，但是他们的问题不在于年龄差，反而年龄差是女孩看上男孩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你想找父爱，所以我要找年龄比自己大，这样他会包容我，会更加的爱我。这是从成熟然后顺理成章引出来的爱情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好的一面，但是他恰恰不会包容，这是他最大的问题。他不包容你，就绝对对你提出的条件不妥协。初次的见面礼200，我们暂且不说这个金额是大是小，但是他丝毫没有去感觉你的感受，他不为你想，我们村儿就是这样，所以给你就拿着。我记得你还说去见你父母的时候也是不欢而散，因为你必须得在唐山，是吧？在我身边，不容得妥协，没有一颗包容之心。把你安排到店里，你以为是去帮忙，对吧？他把你当成员工啊，看不惯你。其实你所做的种种，其实尤其那张健康表让我很感动，多细呀，他多关注你，多爱你。可惜你忽视了，你觉得就应该按照我给你铺的安排好的道路去走，你不是一门心思在店里。以前也天天视频啊，对不对？现在为什么不去做了呢？你心里最清楚。相反，前女友的生日你每年都会坚持不断的去做，这何等恒心啊！所以你需要更多的去关注这个女孩。如果你真的爱她的话，你即使年龄比她再大，你不就差7岁吗？我跟我老婆也差7岁啊。我丝毫没有觉得我一定要以上事下，你得听我的，你按我的意思去办，没有。所以男生，你先去想一想自己爱这个女孩，如果你爱，你就要拿出爱的行动了，做改变。女生不要对她抱太大的期望，爱情当中是讲究互相得到的，她得能够领你的情。健康表我觉得让我很感动，但也可能她领略不到，不是你做的不足够，而是不适合。去找一个男人不是找另外一个男人的替代，你会把这个人完美化、极致化，但不可能的，懂了吗？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姑娘为什么流泪啊？就是想到健康表，我觉得特别委屈，还想到送他前女友也是蛋糕，送我也是蛋糕，我觉得真都很委屈。不合适就说嘛，不是自己想要的人也说嘛。他有时候也有个特别可爱的。这当然了，一边享受着可爱，一边又希望他是一个务实的人。你们俩还真不是始于颜值，你们俩是始于感觉。
这个感觉是啊，世界上还可以有这样的女人，这是他的感觉。他的感觉是，哎，他还蛮帅的嘛，他年龄还蛮大的，是这个感觉吧？可是谁把谁又当成了真实的婚姻的对象？当你们彼此越了解的时候，就会越觉得不是。你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创业，你没有办法去顺从他的老，他接受不了你，所以你自己看，到底应该怎么办？您呢，比人稍微大一点，不行，不喜欢，不可以了，我就告诉你，而不是说，哎呀，你偶尔也是蛮可爱的。因为如果结婚了，不是偶尔看他可爱的一面，你要接受的就是他的最大的缺点。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就想着以后你尽量把你这个幼稚的毛病还是改一改，咱们可以慢慢改，一下改不过来的话，因为这样的话，我一边像照顾小孩似的照顾你，在照顾店里边，我真的挺累的。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你到现在还觉得是我的问题吗？你妈当时怎么对我的，你自己当时也在场。你要是还是那么现实的话，那我只能考虑以后我自己的路了。唉，谢谢两位的分享，请回。来，请关门。来看咱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哟。有网友提问说，我们刚开始呢是异地恋，现在是异国恋。刚开始一天说话2、3个小时，现在直接是相互留言1分钟。我觉得他根本就不需要女朋友，他连下班都不愿意跟我说话。他说他有自己的事儿，让我干自己的事儿，别黏着他。结果我应他的要求，开始不黏着他，他又觉得我对他冷淡了，还说要是不喜欢他就直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这段感情了。可能是他说不要再黏着我了，这样的话伤害到了你，所以你对他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弯，才会让他感觉到你有在冷淡他。跨国恋真的很辛苦，需要非常良好的沟通，还有需要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到底何时才能在一起，这是需要期待和规划的。祝你幸福吧，谢谢。我要再一次的谢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当然我们还有很多要感谢的人，当然还要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